嘿，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越努力，日子反而越乱，越想改变，结果越忙越穷，心里越焦虑，做事效率还一塌糊涂？如果这些问题说中了你，别担心，这不是你脑袋出问题，也不是什么天生鲁蛇命，真正的原因是你被一种叫做稀缺的东西拖着跑。更要命的是，它会让你觉得自己清醒得很，但其实早就用错了方式在求生。今天我们不谈那些虚无缥缈的成功学，也不聊什么金钱吸引力法则，咱们来聊点真实又残酷的。为什么大多数人一旦陷入缺钱、缺时间、缺能量的困境，不是越活越强大，反而是越活越像个四处救火的消防员？这个答案藏在一本神书《稀缺》里，它可不是什么流量爽文，而是哈佛经济学家莫勒纳森和普林斯顿心理学家沙菲尔两位狠角色花了整整10年时间，把全世界的穷人、学生、白领、父母、工人全都拉进来做实验。这为了弄明白一个核心问题：人一旦缺少东西，为什么会变笨？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但你听完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太对了。稀缺不只是你银行账户数字变少，也不只是你时间不够用那么简单。它是一套会悄悄吃掉你大脑带宽，压缩你决策力，甚至让你拿未来去赌眼前的陷阱系统。这个系统厉害就厉害在，它会让你变得超级专注，但同时也会让你变得短视。它会推着你往前冲刺，但又让你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时间、金钱、体力、意志力，统统被它拿去填坑。你以为自己在奋力前进，其实不过是被逼到墙角，一边灭火，一边把自己燃烧殆尽。所以这集我会用大白话把这本书的核心逻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我们会从你为什么总是忙得团团转，急着借时间借钱开始，看看你的认知是如何一点点被偷走，让你变成一个只会救火，根本无法规划的生存动物。最后，咱们会拆开一个反稀缺工具箱，让你不靠鸡汤，让你不靠鸡汤，不靠自律，也能让大脑重新开机。我不是来教你乐观的，我是来教你怎么不被生活活活烧死的。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平常拖2周都写不出来的报告，在截止日的前一晚，突然像神附体一样，刷刷刷的就搞定了，感觉自己就像开了挂一样。这可不是你真的变强了，而是被生活逼到绝境后，大脑为了活下来，硬生生挤出了一点点剩余带宽。书里把这种极限专注叫做专注红利，意思就是人一旦进入稀缺状态，大脑会自动屏蔽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信息，只死死盯住眼前那件最重要的事。你的大脑会进入一种短期超频模式，就像在紧急状态下启动的求生副本。你不再刷手机，不再分心，不再拖延，全世界都像按了暂停键，只剩下你和那份报告在真实互动。听起来是不是很棒？但你冷静想想，这种状态不是你能天天用的，它只在你快被逼死的时候才会出现，而且每一次的爆发都会让你伤1次元气。这根本不是什么潜力，而是你燃烧自己最后一个精力换来的高效。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你很强，但代价是什么呢？你失去了规划全局的能力，你只能看见眼前那一条线，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书里举了个例子，让2组学生交3篇论文 ，A 组每周交1天。一组3周后一次性交3天，结果 A 组稳稳当当，论文质量也高 ，B 组呢？前面2周耍废，最后一晚熬夜爆肝，结果错误百出。这可不是因为 B 组懒，而是因为稀缺感一直没上线，导致他们的专注力也一直没被压出来。对，专注是被压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还有一个实验设计了一个叫愤怒的蓝莓的游戏，一组玩家子弹很多，另一组子弹很少，结果发现子弹少的玩家命中率高得多。因为每一发子弹都珍贵，他们瞄准的时间更长，出手更稳，子弹多的反而乱射一气，命中率惨不忍睹。这就是稀缺逼出来的专注，效果惊人，但它背后是一种要命的能量交换。这种状态你不能长更，你不能每天都靠明天就世界末日的心情去活，那不是专注，那是焦虑披着高效外衣的假象。而且你越是依赖它，越会让自己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个临这会爆发的人，实际上你只是平常都在放空，只有快死了才会醒过来。这种以为自己很能专注，其实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求生反射，这不是什么技能，它是你伤痕累累的本能。如果你也常常靠最后一刻才爆发，那就知道这种人太多了。第二，你不是没看到，是你根本看不见。很多人都觉得人生之所以搞砸，是因为自己没想清楚，没安排好。但现实是，有些错误不是因为你不小心，而是你根本就看不见。你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你早就被困在一个只能看见眼前一小格画面的隧道里，这就是管窥效应。什么叫管窥？就像你拿着一根吸管看世界，视野被压缩到只剩一条线，任何不在这条线上的东西都会被大脑自动屏蔽掉，而你正因为看不到它们，就以为它们不存在。这不是智商问题，这是认知被压缩了，是稀缺状态下的必然副作用。书里有一个真实案例，听着都让人心痛。2005年，美国消防员布莱恩接到火警，像往常一样冲上消防车，但这些车子转弯时门没关好，他被甩了出去，头部重创，当场殉职。最讽刺的是，只要他系了安全带，命就保住了。
问题来了，一个受过完整训练、身经百战的消防员，怎么会犯这种基本的错误？答案很简单，他的脑袋那时候只有火炒，怎么打，水管够不够，人员怎么分配这些任务，他的大脑进入了任务专注状态，所有非核心目标自动从隧道中被删掉了。安全带这件小事在那个瞬间对他来说不重要，所以被无视了。不是懒，是看不见。我们自己也一样，一个手头很紧的农民，面对农保费的时候，会觉得那几百块钱肉痛的要命，因为那就在他眼前，但未来可能的水灾虫害全部都在他的隧道之外。模糊又不真实，所以他会选择放弃保险，去省那个看得见的现金。这不是不聪明，是被环境逼的，只能这样选择。或者更常见的，我们总说，我这个月加班忙完就去陪小孩，这一季业绩听完就去见见。结果呢，小孩长大了，你还在拼；身体坏掉了，你还在赶。因为你一直以为你能补救，却不知道这些选项根本就没被大脑排入任务清单里。就像一浪延迟、放弃，累积起来就是一张看不见的账单。书里直接说这叫管亏负担，你越是只专注于当下目标，就越会忽略长期风险，而这些被你忽略的事情最后一定会反扑。你的体检没做，孩子疏远你，人际关系搞砸，信用断裂，通通都会来找你，一次性收割。所以如果你总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错过那么多重要的事，先别自责，因为你不是没看到，你是真的看不见。第三，你不是笨，是大脑跑不动了。来，我们现在把问题再推进一层，刚才讲的管亏，你以为那只是看不清楚的视觉问题吗？错了，最惨的还不是你没看到，而是你即便看到了，也没力气处理，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被稀缺给榨干了。稀缺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带宽，这可不是网速，这是你大脑的运算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你能同时思考几件事，有多少记忆空间，判断逻辑清不清楚，情绪能不能控制住，都跟带宽有关。带宽够的人，事情来了能慢慢处理；带宽快用完的人，一点小事就能爆炸。你可能以为自己撑得住，其实只是你还没彻底宕机。书里有一个实验超屌，研究人员找来2组人做智力测验，一组人被设定了一个小压力状况，车子坏了要花$300修，另一组人则是大压力，要花$3000。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收入高的人不管面对300还是3000，都稳如老狗，表现没差。但收入低的人一旦面对3000块的情境，IT 测验成绩直接掉14分。什么概念？14分的落差足以让一个正常人掉到弱智边缘，而且不只是变笨，连自控力都直接被打烂。换句话说，你不但没办法好好思考，还会变得冲动易怒，乱买东西，狂刷手机，自暴自弃，最后再深深自责。你以为你失控了，其实只是大脑快爆了。你可能会想，这应该只是实验室里的结果了，真的有这么严重？来，真实世界也验证了。研究团队跑到印度去找甘蔗农测试，这么1年收入分养过时期，收成后超有钱，收成前超穷。结果发现，同一个人在收成后测 IQ 和自控力都高，但在收成前表现直接崩盘。这不是教育程度的问题，也不是懒惰，是你大脑的油箱空了，处理事情的引擎卡住了。这就像你用手机一样，背景一堆 TT 在跑，内存满了，再强的处理器也卡死，你按什么都慢，信息也记不住，甚至还发烫死机。真但你知道为什么自己明明想做好事情，就总是越做越乱了吗？因为你根本没在正常模式运作，稀缺让你进入了低电量模式，让你像没电的手机一样，一边硬撑一边过热，然后死机。之后你也觉得最近大脑卡，事情处理不了，这不是你烂，是你该放下灭火器了。第四，你不是没选择，是整个脑子都在救火。人一焦虑就会做一个反射动作，借用、借钱、借时间、借意志力，通通都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自救，实际上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挖一个大坑。这招厉害吗？超厉害，因为它让你瞬间解决问题，立刻松一口气，但后果呢？更惨、更乱、更无解。这就是稀缺陷阱的隐群，真正会让人一辈子卡死的机制。先说借钱的例子，你肯定不陌生，很多人信用卡刷爆了，会置办小额贷款补洞，贷款还不出来就借另一笔，最后进入无限循环，一直在以债养债。书里那个叫桑德拉的美国女性就是这样跌进去的。丈夫失业，现金断裂，她为了补汽车保费，借了一笔工薪日贷款，看起来只是几百块，没什么大不了，对吧？结果呢，每次要还的时候，她就再借一笔。几个月后，她从一个体面中产直接变成破产边缘，车被拖走，账户被封，人生一地烂摊子。她不是爱乱花钱，她只是在眼前火灾要爆的时候按下了紧急纾困的红色按钮。再看借时间，这根本就是拖延症的根源。今天太累了，把报告延到明天；这周没空，把计划挪到下周，下个月再处理，下半年再规划人生。你以为自己在排程，实际上你只是用未来换取今天的喘息而已。实验也证明，人越稀缺越爱借。研究员设计了一款游戏，限时抢答，一组人时间很多，另一组人时间稀缺。重点来了，游戏里有个选项叫借时间，但会扣利息。结果你猜怎么着？
时间本来就不够的人，反而借的最多，越没有越借，越借越没有，然后再借更多，完美的恶性循环。这就是稀缺陷阱最毒的地方。你明知道这是负债行为，但你会说服自己先过今天再说，等我有空再处理，先把这事解决，再想其他啊。但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其他的时间了，你只是把未来变得更稀缺，然后下一次陷入焦虑的时候，又再一次按下借用的按钮。这不是懒惰，也不是不会规划，是整个认知系统都被迫切感劫持了。你活得像个灭火队员，根本没空思考要怎么重新设计消防图。第五，你不是没能力，而是整天都在接掉下来的球。有没有那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很忙，但回头看一整个月，好像什么都没完成，做事很拼命，但都在补漏洞，很想规划人生，但每天都在救急。你不是废，是你活在一种叫杂耍状态的生存模式里。这段听起来像废话，但你认真听下去会发现，这不是你没效率，是你的人生节奏早就被稀缺牵着鼻子走了。书里把这种状态形容得很精准，就像一个被逼上台的杂耍演员，手上永远有3-5颗球在天上转。今天是房租，明天是小孩学费，后天是信用卡客户报到，家里的热水器坏了，每一颗球都快砸到你脸上，你只能拼命去接。你没空规划，没空喘气，甚至没空想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接这些球。更可怕的是，这种接球逻辑会让你忽略掉那些还在空中飞但迟早会掉下来的大球，比如下个月的学费、明年的税金，那个本来就要做的体检，那份你一直想写的事业企划，这些东西还没砸下来，所以你看不到它的急迫，但等它们掉下来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书里研究印度农村时发现，一堆人为了买孩子的制服、买下一季的种子而去借高利贷，这些支出不是突发的，而是早就知道的。那为什么最后会变成急事？因为这些人在杂耍，整天都在救眼前的火，根本没空提前准备。事情本来可以轻松处理，但最后都变成一场场灾难。你会发现在这样的生活里，每一个原本应该提早完成的任务，都会被逼成最后一刻的抢救，这就让你永远没办法预备，只能反应。然后你又会做什么？回到前一段讲的，继续借用未来。而这种人生模式，最后会把你逼进一个叫最后1公里失败的地狱。什么意思？很多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有免费的药可以领，也知道要每天吃药，但最后还是因为没吃搞到病情恶化。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忙太累，大脑没带宽，连吃个药这件小事都记不得。这不是不想活，而是没空活。同样的，农夫知道除草能多赚30%收成，却眼睁睁看着田地长满杂草，不是懒，是脑子已经塞爆了。甚至有研究指出，那些每天都在应付危机的家长，回家后对小孩的态度会变差，因为他们早就没多余的能量可以陪伴、倾听、耐心。你看懂了吗？你不是不爱家人，不是不想变好，不是不懂得提早准备，你是大脑被生活塞爆了，没有一丁点余裕去做好这些事。这就是稀缺陷阱最毒的一刀，它不只是让你没钱没时间，它还剥夺了你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的能力。前面讲了一堆悲剧，译者们开始觉得绝望，心想：天哪，那是不是只要我一缺钱，就注定要卡死？错了，问题不是稀缺，而是你怎么面对它。有些组织公司甚至疯狂的天才早就找到了破解方法，重点是他们都做了一件非常反直觉的事，故意浪费资源来赢回主控权。听起来是不是很扯？我给你讲一个神操作。美国密苏里州有一家医院叫圣约翰医疗中心，他们的手术室总共有32间，结果还是不够用，天天爆满，急诊插队，常规手术被迫延后，医护人员累到翻，手术延迟，病人抱怨整个系统快崩溃了。你会怎么办？是不是再开一间手术室增加产能？结果顾问进来看完，提出的解法竟然是把其中一间手术室关掉，什么都不排空着。听起来是不是像脑袋撞到？不是不够用吗？为什么还要主动少一间？答案很简单，那间空的手术室不是浪费，是余弦，是给那些意料之外的意外预留空间用的。因为他们发现，真正把系统拖垮的不是排程不够精密，而是应变空间根本不存在。每天有急诊插队，整个日程表一崩，连锁反应就炸掉了。而现在有一间手术室专门处理突发状况，其他31间就能如常运作，不用每次急诊一来就打乱全局。结果关掉那间手术室后，1个月内手术总量上升 5.1%， 员工加班时间减少 45%， 错误率下降，医院收入还提升了。这不是奇迹，这是主动制造余弦的反稀缺操作。再来个例子， NASA 的火星探测器曾因为一个白痴错误炸掉了，推进系统用的是棒音制，飞行系统用的是牛顿公制，谁都没去检查，因为整个计划都在赶进度救火，根本没时间完整测试。那个探测器值多少钱？1.25亿美金，就这样爆掉了。飞出地球2周后直接消失在宇宙，没有余弦，连最基本的校正都做不了，结果整个系统因为一颗小螺丝全盘崩溃。福特也是，他搞出来的不是车，是人类最早一套生产力革命。他把工人每天工时从10小时缩短成8小时，每周工作从6天缩到5天，结果呢，产量上升，错误率下降，员工更稳定，整个公司赚更多。为什么？因为福特知道，
生产力的关键不是人工作多久，而是人在什么状态下工作。你给员工休息不是浪费，是补回他们被榨干的带宽。带宽够了，人就不会犯蠢，不会动不动出错，不会把工作搞成灭火秀。所以你现在懂了吗？真正厉害的人和组织，不是永远都在追产能，不是24小时不休息，不是把行程塞爆，他们是反过来敢主动空出一间房，1个小时一次不开的会，把准备好这件事变成日常。你是不是也该学着先空下来？前面那些组织能逆转，不是因为这个人多钱多，而是他们懂一件事，不要靠脑子记住一切，而是要设计环境，让错事变难发生。这才是普通人真正能用的解法，不是靠鸡汤和拼命，是靠架构会帮大脑减压挡雷避坑。这段我不讲废话，直接开箱。稀缺这本书里最实用的一套反稀缺工具箱，5个方法全都大白话，全都你明天就能用。工具1：主动建立缓冲，创造余弦。不是有空才休息，是你强制空出来。时间上行程不要排满，每段中间空15分钟就能挡掉前一场拖堂的崩盘连锁。去某个地方 ，Google 说要30分钟，你就抓40分钟，这10分钟不是浪费，是你的反爆炸保险金。金钱上，预留一笔完全不动的空白基金，不用多，只要足够支付1次罚单、1次急诊、1次错过的账单。这里钱的功能不是成长，是缓冲。工具2：带宽充裕时做决策。每天都有你的黄金时间，不要浪费在回信息或看新闻，找出你脑子最清醒的时段，专门用来做难的决定。早上午觉刚醒，运动完，那就是你的人生核心时段，像农夫一样，收成后去推销肥料，成交率高，因为那时他们心情好，钱多，带宽也满。人要在能量够的时候想未来，而不是在炸裂的时候硬扛。工具3：把好选项变成预设选项。你不是懒，你是人性，那就顺着人性是个陷阱。信用卡自动还款，拼手入账自动转账10%到另一个不容易动用的账户。投资 APP 预设每月定期定额，这些东西设定一次之后就不用再烦恼，这叫自动纪律，不是靠意志力撑。工具4：会忘，不是坏习惯，是大脑空间早被焦虑占满了。手机闹钟每周提醒1次，有没有被日常压到忘了真正重要的事？便利贴、冰箱贴，孩子长大1次而已。电脑贴，你的健康不是加班牺牲品，健身课程、家庭聚餐预先付钱锁日程，让这些事从有空再做变成不做会亏钱。工具5：简化选择，节约带宽。每天做选择会耗掉大量决策能量，早上穿搭、早餐、健身流程全部固定模块化，而各组刻薄不是没衣服穿，是他知道每天选会耗到真正该用在大事上的认知能量。减肥选择少吃什么，而不是烦恼吃多少。设定不吃有包装的食物，比每天查热量简单100倍。你现在明白了吧？这些方法都不是让你变更强、变更自律，而是承认自己不是机器人，然后用设计帮那个会崩溃的你先架好逃生梯。你最想马上实做的工具是哪一个？如果觉得这工具箱实用，那就知道穷忙不是你活该，而是大脑需要重新设计。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个更深的盲点，种子不是现在才种下的，是你富足时就埋下的。你不是在缺的时候出错，而是在有的时候种下了败因。很多人都以为自己会变荒、变忙、变穷，是因为环境太烂、命太衰，但现实是你现在活得多狼狈，一旦计时，常常不是因为缺乏，而是因为你在富足的时候没有提前布局。说白点，不是月底的你搞砸了一切，是月初的你乱花钱、乱排时间、乱许承诺，把一整个月的余裕全部弄光，这才是真正的陷阱。稀缺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在你看起来还行的时候慢慢长出来的。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熟悉的情境：薪水刚进来，感觉自己像个有钱人，先吃一顿，先买一件，先请一轮。到了月底，发现天啊，生活费不够，卡费缴不出，连悠游卡都没钱加值。接了太多邀约，因为心想下周应该有空吧。这案子应该不会很难吧？结果一堆行程撞在一起，一边赶报告，一边开会，一边加班，最后还要硬撑小孩的家长日，定了年度计划，买了一堆书，报了线上课程，心想慢慢来，我可以的。结果半年过去，书没翻，课没上，计划变废纸。这些场景都是你在充裕的状态下犯的错，因为你以为有空、有钱、有能量，就可以挥霍，就可以放松，就可以乱承诺，但你不知道，富足期的每一次挥霍都是在偷偷替未来埋雷。书里讲得很绝，我们不是在穷的时候变笨，而是在富的时候种下了蠢。那时候你没警觉，因为没压力所以放松，没风险所以胆大，没焦虑所以乱选。但风暴不会马上来，它只是慢慢往你靠近。等你真的发现余裕没了，学价消失，压力爆了，你已经没退路了。所以不要再说我现在太忙没空准备，事实是你在不忙的时候早就把未来搞烂了。这就是为什么反吸车策略不能等到火烧屁股才启动，而要在你觉得现在还好拉的时候这先布局，不然等你真的缺的时候，认知已经降级，行为会错误，你连正确的选择都做不出来。要记住，稀缺的种子是在富足时悄悄埋下的，真正稀缺的不是钱，也不是时间，是你带宽的主权。讲到这里，
有一个残酷的结论，可能会让很多人很不舒服，但我还是要讲，你人生会搞砸，不是因为你没资源，而是你没守住自己大脑的使用权。从头到尾，那些一直困住你的稀缺，其实都在偷走一样东西——带宽主权。什么是带宽主权？就是你是否还能自己决定大脑的注意力放在哪里，精力要用在哪些任务上，哪些事情值得你为它花时间。当你越来越忙，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像一只在灭火的猴子时，真正被夺走的不是你的财富，是你选择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的能力。很多人说自己没有选择，但事实是，你早就让别人替你选完了。被任务选，被焦虑选，被危机选，被杂物选，结果你只是每天醒来捡起滚下来的球，一路撑到半夜再倒下去睡，然后明天重来一次。这根本不是生活，这是强迫式的认知奴役。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很简单，重新夺回你自己的带宽主权。每天早上醒来，不是先想有什么事要做，而是先问自己，我今天的脑袋要留给什么关键的任务。限制输入，删掉会让你分心的 ATT， 暂停没营养的社群，远离每天只会炒你情绪的人。因为注意力被乱七八糟的事吃光了，你就没本事解决真正的问题。对任务设定最低干扰原则，一次只做一件事，不多线操作。手机开飞行模式，桌面清空，每1小时回一次信息，不要让别人有事没事就能叫你的名字，抢你的精力。预留思考空间，就像预算里留紧急预备金一样，每天、每周、每个月都要安排空白时段，哪怕只是20分钟，让自己空转一下，想想现在的战略节奏、人生方向有没有歪掉。你知道吗？能做这些的人不一定有钱有背景，但他们一定有一个东西——选择权。你可能觉得这些方法好像太慢，不紧急，先做完眼前再说。这就是稀缺陷阱的迷魂汤，它会让你永远只忙当下，然后永远无法打破那个回旋。搞钱不靠意志力，而是靠带宽现金流的习惯3回路设计。接下来我们直接上硬菜，搞钱的实战架构，只有3个词：带宽现金流习惯。这不是口号，是你只要套进生活，这个滚起来的3条主线，每一条都能救一个卡住的人，3条一起跑就能敲出真正的翻身路线。第1条，带宽控制大脑的使用计划表。你的人生节奏不是看时间表，而是看带宽表。给你一个超简单的画法，把你的1周画成表格，横轴是每天，纵轴是大脑状态高低暴涨，然后标出哪几个时段你是清醒的，哪几个时段你只想耍废，哪几个时段你会被人打扰。画出来后，把高能量时段拿来做创造价值的事，中能量做整理与推进，低能量拿来做重复式任务或休息。不用再练什么时间管理，先搞定这一张表，你就赢了一半的人。第2条，现金流设计，日常的搞钱小水管。很多人都在想怎么赚大钱，但却没搞定每天的现金小水流。请问你现在有几个不用你出现也会进钱的现金来源？一次性收费的项目、专案、演讲、结案只能不是不稳定。长尾型收入、数字产品、订阅制、联盟行销、收租，这些还是你要逐步建立的水龙头策略。短期靠一次性搞钱，长期靠长尾建立流量与信任资产。每周都要问自己，我这礼拜有没有花一点时间去扩一个新的水龙头，还是只是一直在救急？第3条，习惯模块，让搞钱不靠意志力而靠设计。不要再相信我要更努力这种废话，你需要的是让对的行为变得更容易，做错的行为变得更麻烦。讲开始写作，每天早上起床先打3个爆脸句，起床就是爆文起点。想卖课程，设定每周5是产品开发日，不处理任何外部任务。想接案，每天固定1时段刷人脉、私信谈合作，变成不思考的流程。习惯设计的关键是不要靠脑子记，要靠外部系统推。你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这是你的搞钱看板。今天哪一件事搞钱最关键？现在带宽够做什么？还缺多少业绩？全部用最少大脑资源决定行动方向。总结这段，搞钱不是冲动，不是情绪，不是听完激励影片就能暴赚。搞钱是3条主线跑在一起的，认知层、操作层、设计模式。咱们来看个真实的翻身案例，一个补教女老板如何从爆炸焦虑到搞钱模块化。这段我要讲一个我自己亲自辅导过的实战案例，一个补教业的女老板。37岁，带2个小孩，老公收入不稳，自己撑着一间安亲班，每天都像炸了锅。她来找我时讲的第一句话是：大阿炳，我真的快疯了，我不是没赚钱，但我每天都快疯了，钱根本留不住，脑袋超乱。我看完她的状况，发现她根本不是没能力，而是所有认知都被炸掉了。她的3大问题是：1. 大脑整天救火，早上处理家长，下午改作业，晚上谈补课，深夜处理账务，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考时间。2. 现金流没系统，赚钱靠一次性招生，但没有课程产品的续约模块，月月归零。3. 习惯无法复制，所有事都他自己做，助理只能帮忙贴公告，所有流程都卡在他身上。我是怎么帮他的？第1步，带宽排程，我们直接清掉他周4早上2小时，改成大脑清仓日，这段时间不处理教务，只处理营运决策。他第一次这样做时跟我说，这2小时比我平常一整天还有用。
第二步，现金流模块设计，我帮他把原本的补课流程变成了亲师共学班加上线上录播课，让原本只能一次收一次费的安亲班变成了每月稳定的现金流。第三步，习惯模块建立，我们用公式帮他设计了一套每日3动作：1. 检查进账；2. 记录进度；3. 决策优先顺序，每天10分钟搞定，脑袋不再乱。3个月后，他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大饼，我发现不是我不能翻身，是我从来没想过，原来搞钱这件事也可以被设计成这么轻松的流程。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他没有变聪明，也没有多花时间，他只做了一件事，把大脑从乱源中拉回来，放进搞钱模块里。这就是《稀缺》这本书没告诉你的实战版本，不是缺钱让你穷，而是你从没为大脑设计一个富有模式的跑道。知道问题却没改变，比无知还危险。这段我不讲理论，不讲案例，我只问一件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卡在哪儿，却一直没动？老实讲，大部分人不是笨，是太会说服自己撑一下就好。但真正让人一辈子原地打转的，不是资源，而是这句话：我知道了，但现在太忙了，改天再说。天啊，这句话超毒，它让你以为自己有掌控，其实你只是用改天来逃避眼前的行动。你知道自己的收入模式不稳，还在等下一次有空才来设计现金流。你知道自己的注意力炸裂，还每天画 IG 看短视频，说服自己我是在找灵感。你知道每天脑袋乱炸，根本没在做决策，只是在处理杂事，却还不肯设一个安静时段保护大脑。你不是不懂，你只是还没痛到愿意重启。我遇过太多这种人，明明知道该转型，该设系统，该搞钱模块，结果一转眼半年过去了，还在原地呐喊算法打压我，市场很难做，都怪时代不好。兄弟，时代不是你能控制的，但你能控制的是你的大脑现在有没有空间做真正重要的决策。所以这段我不想鼓励谁，我只问你一句话：现在的你是在走向一个你自己设计的未来，还是只是顺着别人的剧本活着？如果你还不确定，那你已经有答案了，你还没拿回主控权。最后总整理，你不是没救，只是没地图。这集讲到这里，如果你还在看，那我只能说一件事：你不是没能力，也不是不够努力，你只是卡在一个没有地图、没有模块、没有带宽的生命节奏里。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切不是知识，而是一张搞钱翻身的底图。稀缺不是贫穷，而是大脑被借光的状态，被焦虑借走，被杂事借走，被短视的决策压扁。你的判断力不是坏掉了，是被稀缺征收了认知税。2. 翻身不靠更努力，而是重启3个模块，带宽排程导流，清醒时间给搞钱策略，现金流设计打造不用你亲自动手的小水管收入，习惯模块化，靠流程推进，而不是靠情绪启动。3. 你不需要一夜翻身，只要每天解开一小段焦虑链，每一次设下一个规则，每一次清掉一个乱源，每一次建立一个小习惯，都是在帮你的大脑开一条生存通道。这不是心灵鸡汤，这是我自己走过，也带过上百位创业者做过的认知手术。翻身从来不是天分，是拆解成一个个小行动的堆叠。现在我只要你做2件事：第一，留言搞钱地图+1，我送你这支影片的全图解懒人包 PDF 一件，包括今天提到的所有模块设计与实战表格。第二，让更多人醒过来，因为也许某一个你在乎的人也正卡在焦虑的深水区，还不知道该怎么游出来，让这支影片成为他的浮板。这里是财商脑外科，我是大饼。如果你准备好，明天就开始做一点点不一样的选择，我保证半年后的你会来感谢现在这个还愿意动脑的自己。我们下一集见，翻身不靠运气，